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Alice in AI Land。今天我们一起来深扒一下 Transformer，也就是2017年最炸裂的那篇论文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它是和 CNN、RNN 系统并进的一种新型的模型架构。现在每天 AI 炸裂的 news 都太多了，不免有些浮躁。若要问我重中之重是啥，首推 Transformer。虽然 ChatGPT 目前还是红的发紫，强的让人心悸，但是呢，在它背后真正隐藏的大佬就是这个 Transformer 的框架。首先，我们要了解它的名字，为什么取名叫变形金刚？它和 CNN、RNN 有啥不一样的地方？它在婉转数据信息上是有优势的，要你圆就圆，要你扁就扁，真的是能变形的在哪？天南海北的数据，它就是白小生，随心所欲的可以通过自助机制把它所需要 data 抽取出来。而 RNN 这个框架呢，它是一个线性往前走的，对于时间久远的事情，它的记忆力就退化想不起来了，而且它是逐步计算的，难以并行化。也就是说呢，在计算第一个词时，必须等待前面词的计算完成，这会导致呢，在长序列上的计算效率比较低。虽然呀，今年有一些在这方面框架上的改进，包括进行并行化呀和分解方法来提高性能，但其实很多本质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对于 CNN 来说的话，它的变形是做一层层的卷积来提取特征。当两个像素之间距离比较远的话，可能得累积逐层进行多层卷积操作，才能够把它们的信息汇聚在一起。对于 Transformer 这个框架，它就没有这些限制。有了 Attention 之后，每一次我们能看到所有的数据，能灵活的调取上下文中任意相关联的信息，毫不费力，记忆力和理解力都爆表。所以说啊，如果给这三个框架智商打分的话，那 Transformer 真的完爆了。比如说第一个例子，The animal didn't cross the street because it was too tired。这个 it 呢，你可以看到指代的是 animal，所以这条蓝色线它权重最初在那，线也把它 highlight 了。然后第二个例子呢，The animal didn't cross the street because it was too wide。这里呢，这个 it 指代是这个街道太宽了，所以这个动物没有横穿街道。所以你可以看到的 it 它权重和 street 这里这根线是最粗的。我觉得这个 Transformer 框架还是非常简洁的，在那里，我觉得它设计理念我还是比较喜欢。Transformer 呢，目前是第一个只依赖于自注意力机制的一个神经网络框架，它没有用 RNN 呀，也没有 CNN 的架构，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基础模型架构。它里面还有 multi-head attention 多头注意力机制。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虽然说在原篇论文中，它使用了8个头，就8个人同时学习同一篇文章，每个人学习到信息有点不一样，后面把8个人学习的信息汇聚在一起，接着再接一个 MLP 的 layer，把这个信息继续进行投影。它这8个头的设计其实也有点模拟了卷积神经网络的多输出通道，这样每个注意力头可以关注不同的特征。所以这也不奇怪，Transformer 后面还能跨界通用在图像呀、语音、video 上，泛化能力特别强。对于这个 Simplicity Philosophy 的设计理念，我还是非常赞同的。Simplicity is the ultimate sophistication，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发明家达芬奇同学提出来的。简单呀，并不意味着简陋或缺乏复杂性，而是通过消除多余的元素和复杂性，以达到纯粹、精确和优雅的目标。往往简单的设计和创作可以表达深度的思想和概念，展现出高超的记忆和智慧，鼓励我们从复杂中寻找简单的本质，以达到更高层次的洞察和追求。我觉得这个自助机制经得起这句话的表扬。好了，以上就是 High Level 对 Transformer 介绍。下一篇是 Transformer 进阶篇。